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肖战放猫出笼，赵丽颖搭档男电视剧；新瓜聚合味5重质限制。最近围绕肖战的新瓜络绎不绝，上一场的挥之不去的强度还没有消除，下一场就要来了。尤其是考虑到肖战会在男一档综艺《看世界》中帮助赵丽颖，就更搞笑了。实测不足，肖战汇总了5个新瓜，不是每一个。我需要有感觉的呻吟。看来肖战的情况不会平息，也没有脱身的机会。据说年轻艺人肖战被揭发与著名实力派艺人赵丽颖联手出演《天下》。我对这项工作几乎没有任何了解，而且我从来不知道他男性电视节目，这是暗示。沿着这条线，肖战的生日之前连发了5个新瓜，都是肖战所谓的即将上映的剧集，包括春燕我不是小妖精、通向天空暂停，肖战无法完成。根据粉丝们的反应，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被淘汰了，平时都呼吁对自己归零，走权威路线，但他们却继续受到限制，将消息一发不可收拾。肖战被降级了很多新的节目和舞台，是一个重大问题。其实作为粉丝，肖战的作品当然是大家都需要看的，但只要保持清醒，基本都在等着权威宣誓，获得权威宣誓是至关重要的。说白了，检视一下形象，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就足够了，不要有过多的假设，只要遵从权威。可以肯定的是，肖战以白百合为帮凶，开始拍摄《太阳与我》。对于这种情况，预祝艺人肖战拍摄顺利，相信肖战准备的2部节目很快就会沟通。肖战太厉害了，演绎能力强，勇往直前。02让杨幂、赵丽颖、刘诗诗、刘亦菲打了半天，大冠军的魔力是什么？又是一个老人体模型，主角的粉丝又是喜事杯。之前已经有几位90花得到了一些治疗，85花的粉丝们还在看综艺板块来感知这个勇敢的女人，并为团体的不明朗情况罢工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比半生归来却拍老人体模型更丢人的是，10年过去了，85朵花还在争夺勇敢的女人。巨大的冠军待遇向上移动，85 Blossoms 已经恢复到过时的人体模型。赵丽颖接手凤星录制，杨幂出演狐妖小唯月红，刘诗诗权威报道关山一面，刘亦菲的长领也在准备中。尽管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录制了，但她已经无休止的可怕了几轮。关山一面送行一到，刘诗诗8刘诗诗微八报停业的话题就火热了起来。解释是，冠军刘诗诗和传奇人物刘宇宁的名字在节目官方微博被红牌时排在了相似的位置，但在2个月前的权威声明微博中，刘诗诗的名字却在不同的位置，这显然与艺人的名字是分开的。打开，更何况刘诗诗在集会代表旗上也不够明显，舞台剧封面一开始就使用了男女英雄的双旗。刘诗诗的狂热分子认为节目组处于毛茸茸的位置，因此他们都罢工并试图维护自己的自由。也有杨幂的粉丝也在追求微妙之处。在狐妖小唯月红间舞台炒作推进会上的大旗中，杨幂饰演的人以红色为基调，龚俊饰演的男主以蓝色为基调。粉丝们精确地绘制了红色和蓝色2个区域，以此作为验证，杨幂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的女人。男女主演艺人的狂热爱好者争相争锋，更多与位置相关的细微之处被揭开。比如在最初的画面中，杨幂正处于倾斜焦点的关口。最初的功能，杨幂在 C 位，龚俊是事后诸葛亮，香在角落里。了解了之后，我只想说，现在有这么严重吗？总而言之，在一个主要的勇敢女性阵容中，如此稳定的粉丝应该是什么？众多网友将杨紫的长相思定位正模，单行官宣和中华总商会刚刚放了杨紫的资料，横幅卡聚焦1106杨紫生日，
结果完结后又是杨紫比其他驾驶艺人。孤独的旗帜，白鹿和张令和主演的《宁安如幻》也是如此，横幅上的冠军白鹿是视觉焦点。尽管粉丝们关注这些，但在路人看来都是努力不足。在饭圈之外，有多少人在乎一个节目是不是大冠军？85 Blossoms 在任何时候都会欣赏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它与节目的最后性质有本质上的联系吗？85朵上届冠军，和所有冠军剧中的英雄一样，85朵花也曾是精选小女孩。从2011年到2014年，正是本土网络视频产业起飞的阶段。根据艾瑞的测算，2011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规模同比增长99.9%。这期间，小荧幕上的巨无霸女强人爆棚，杨幂、刘诗诗、赵丽颖等人凭借《宫锁心语》《点点滴滴》《陆贞传奇》一炮而红，参与了央视版为控制时代的最后一波暴力，进入另一个具有种族和人群倾向的时代。艺人提出了一个勇敢的女人的想法。在高评价的光环下，85朵花一般的化身为视频舞台的香饽饽，停留在流量风口，拥趸。时间和生活，他们完美而精彩，与孙俪、蒋勤勤这样的过往剧集不一样。找到一个绝佳的机会，你不需要赠款，也不需要奢侈品牌的加持，您可以根据外观、主题或戏剧表演的表现赢得过时人体模型的冠军。剧中主角光环不凡，男生都爱她。戏外，85朵花伫立在空中，成为了现场观众时代的话题女王。他们结束了4段双冰时代真正的整体业绩对立，变成了代言范围、代言片名和封面范围、销量的冲突。有太多的大型女主角项目，但1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85朵花的状态也如同历史傀儡的女主一样，也停滞不前。唯一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繁荣和独立的巨大女主角，沉迷于她的孩子们的爱中，并经常受到抱怨。玛丽苏的千层普通让目标市场体验疲倦。据统计，仅2017年1年就有超过20部首部女主角剧播出或获批，其中豆瓣评分最高的《那年花开月圆》评分7.2分，评分最低的《孤芳不自赏》转为3.2分。另一方面，85朵花在商业剧的地方撞墙，通过电影业变成了腰部到了历史木偶的古董大道，前有狼有老虎在里面。背部，周迅、章子怡都倾向于直通天下，迪丽热巴、杨紫、白鹿、赵露思等90种植物生命层出不穷。在这之后的几年里，85花忙于拍戏、生子、结婚、离婚，新面孔不断涌现，有点过时，但绝不对拍摄不感兴趣。但即便如此，85棵植物和历史木偶仍然是彼此的绝佳愿望。之后的几年里，85朵花尝试过悬疑剧、严肃剧等，但转型受阻。制作人阿黛化名告诉搜狐娱乐，赵丽颖如果遇到像幸福万家加现实主义加知名团队这样的海量女主，就靠各自的经历和运气了。现实问题对男演员的整体表现更加感兴趣，而以网站访问者为导向的女艺人现在通常不再扮演中心角色。以最近播出的大考和底线为例，剧中古色古香的演员特别多，现场观众导向的艺人也屈指可数。就算有85株生命参加这样的戏码，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法蓝。然而，历史悠久的木偶市场有85种植物生命的过度流行，在庞大的女主角中，她们绝对是中心。在这个安慰区，她们拥有着名的杰作、坚定的观众和赛道上的巅峰地位。相应的，这些角色传达了他们过多的兴趣和过多的商业价值。因此，对于85朵花来说，现场观众多，奖项少，扮演历史木偶的女主角比在主要戏剧中扮演健康的男演员要高出几英里。历史木偶是常青的话题，绝不会对拍摄不感兴趣。历史傀儡拥有众多 IP 和剧本，通常获得大量投资。阿黛透露，
历史傀儡的题材本来就够大的，每个人对大女主的喜爱的梦寐以求的回忆还是被买来的，所以直到现在，市场还是对大女主爱的深沉。明年播出的历史木偶中，除了狐妖小红娘月红凤凰同行关山一面之外，还有龙月鱼尽长相思、布兰克安乐传宁安如梦等剧。但85朵花能变好错位吗？很难说。85株虽然优势明显，但与90株相比，各有粉丝的兴趣，目标市场也很大。然而，30多位女演员在国产影视作品中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同质化的历史木偶不太可能磨练自己的表演技巧。更何况，历史傀儡的女主根本就落伍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域通常由落后的观念来支配，主线应该是爱情，男性凝视通常存在，而海量女主角的最终目的是嫁得好。但现在一些中心目标市场公司如何渴望嫁得好？梦华录因价值观沦为诟病，这是一个例子。此外，男主更有可能陶醉于历史性的傀儡奖金。从前面几集来看，这个历史傀儡对男主的加持是高质量的。锦衣之下的任嘉伦琉璃的诚意，苍兰诀的王鹤棣、张令和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提升。对于已经立国的85朵花来说，要靠一个历史悠久的傀儡女主发展到下一个层次，实在是太难了。她可能还要求戏剧具有创造性，所以不要滚动庞大的女主角，滚动第一流的情节。